好学猫。嘿，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少女 Zoe，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中年菜鸟进化论。这是一档专注于个人成长的播客，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我认知觉醒后2次成长的经验总结，也会带来一些实用的方法论干货，当然还会有我抛开自己的脆弱面与自我对话的内容，以及我用自己的声音优势带给你的疗愈作品。我希望能用一种不那么强势但却有用的方式来向你呈现出我的播客，让大家在收听的过程中既能有所收获，也能感受到被理解、被治愈。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内核稳定。这2年相信大家对这个词一定不会陌生，大家都在强调要内核稳，内核稳，也都知道只有内核稳了才能够让我们减少内耗，人生才能更加的顺遂，也能够让我们更加坦然的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大家都在追求所谓的内核稳定的状态，但什么才是内核稳定呢？如何才能够达到内核稳定呢？可能很多人对此都是有疑问的，但答案却是不知晓的。好在经过近2年的实践和自我探索，对于内核稳定这个课题，我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解。除了我自己的感受之外，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告诉我他们的感觉，这2年似乎我的内核越来越稳了，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是如何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不如把它就做成一期播客，既对自己是一次复盘，帮助自己理解自己是如何做到内核越来越稳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期播客给同样在追求内核稳定个人成长道路上的你们一些启发。我觉得内核稳定绝对不是你告诉自己说我内核要稳，我内核要稳，你就能够做到的。内核稳它绝对不是憋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自己的人生支点究竟有多少呢？在我看来，人生的支点越多，你的内核就会越稳，才不会被某一个支点的突然失去而彻底打趴下。所以这2年我自己最宝贵的一个人生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单一的寄托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上，我们的人生支点应该包括方方面面。当然具体来分，它是包含内在与外在2个大的方面的。内在的部分是包含你与自我的对话，对自己的充分的理解，也是你不断成长与修正，知道自己人生方向的那个过程。我们内在的支点能够帮你修炼好一个好的心态，从而能够让我们与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我们会把自己养得很好，能够照顾到那个小我。而外在则是在我们人生体验的过程中，能够与这个世界充分的产生链接，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人生体验，就包含了人际关系、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事业支点等等等等。那今天我就想从内和外这2个部分，分别与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树立更多的人生支点，让我们的内核更加的稳定。先来聊一聊我们人生支点的内在部分。内在支点是我们所有人生支点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内在支点没有树立好，所有的外在支点都很容易坍塌。
其实这2年大家也逐渐的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应该向内求，先做好自我的对话。那么该如何向内求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知道我想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在我们传统教育的模式下，我们好像总是在被一些集体意识推着走，被一些约定俗成的意识推着走，似乎好像每个人的人生模式都是按部就班的，它似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要走向同一个方向，但我们却忽略了个体性的差异。不光是我身边的朋友，当大家到3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开始重新思考，给自己提出问题，那就是之前我的人生模式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但为什么不对呢？很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没有时间去思考，因为大家的时间可能都会被一些理由所占据。这个理由可能是我们非常的忙碌的工作，我们非常忙碌的生活，我们每天似乎都在忙忙碌碌，但却不知道究竟在忙些什么，而且越忙似乎越焦虑。当突然有一天，我们面临到了现实工作当中的事业当中的一些竞争的压力，或者突然发现事情的走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我如此的忙碌，我如此的用力，却要突然面临着被辞退、被优化，甚至被迫停下来的时候，很多人便不知所措了。我们会有一种不适应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路线去体验我们自己的人生，但在这种忙忙碌碌却忘了我们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停下来之后，你的人生该怎么走呢？如果说还有很多朋友虽然没有被迫停下来，但在这样的忙碌当中，你也时常有同样的困惑的时候，那现在我告诉自己，当你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你是自己人生这一场大戏的编剧的时候，这个剧本你准备怎么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方向的指引，能够让我们在更长远的阶段不那么迷茫，也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面临抉择的时候内心更加的笃定，而且也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掌控感。当然，向内求，我们确定了一个大的方向，是让我们能够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但与此同时，我们另外也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向内求的支点，便是开放包容的心态。我们有了方向，我们要拼尽全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在个人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优化，去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它意味着我们对结果不要那么的执着，或者说我们的着眼点不要总是放在那个结果上，去享受过程。因为人生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要学会去接纳，这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我们要懂得，不是所有的事情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拿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结果，但努力却一定会帮我们提升获得一个好的结果的概率。因为成功除了努力，还有时间的成分在，还有命运的作用力，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把控的。所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到是把控我们能把控的，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对于我们无法把
把控的事情，无法改变的事情，尽可能的去看淡，做好接纳，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便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个坑它都是未来的台阶，它都是帮你积攒人生经验的过程。想要拥有对结果看淡的心态，好像说起来容易哈，做起来确实有一点点难。那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要有这样的前提，你要充分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有试错的能力，也有重新开始的能力，同时也要做好不断的自我迭代的过程。当我们尝试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面对失败要有复盘和优化的能力。当我们做了足够的努力，还是达不到想要的结果的时候，要有灵活的心态和灵活的处理方式，随时去切换下一个赛道。这是我们个人的认知、实操能力以及灵活面对问题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做好自我对话，明确了人生的方向，同时有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灵活掌控我们人生所遇到的所有的课题。当我们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拥有空杯的心态，把结果看得更淡，才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好属于我们自己这段人生的体验。所有的这些内在的支点是基础，它让我们拥有了更好的心态，而良好的心态、笃定的目标以及开放接纳一切发生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体验人生的幸福感。好心态决定我们的一生，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内在支点给树立好，而且要相信它。这是自我对话、自我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强加于别人或者是社会流行观点的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内在体系的塑造，它帮我们修炼了心法。我觉得它很像武侠小说中练功先练心法一样，对吗？当我们修了心法，我们当然还需要用外部的招式与现实的世界产生链接。向内求是基础，向外求则是需求。外在的支点包含的内容那就非常非常的广泛了，它涉及到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可能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支点、我们的关系支点、我们的财富支点、兴趣支点等等等等，还有健康诸如此类。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或者说也可以列下来，用笔写一写，你觉得与自己相关的人生课题都有哪些方面呢？那么与它相关的每一个部分，你是否都给自己树立了不同的支点呢？在这个阶段，我的认知是，孤注一掷的心态或许能够帮我们博取最大程度的成功，或者说这个成功的程度会更高一些，但它也绝对是风险系数很高的做法。人生不应该是独木桥，我们要尝试多给自己培育多个人生的支点。这样的话，当无法预知的未来有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时候，我们拥有直面人生的底气和能力，因为还有其他的支点做以支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论做什么的时候，首先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同时也要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它也会让我们的人生体验更加的丰富一些。比如说过往可能很多人大家都是两点一线的徘徊于工作与家庭，我们的人生支点高度依赖于工作和家庭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朋友，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因为过去的我也一样，
当我经历了一些人生突如其来我想都没有想到的时刻，才意味着那样的生活是多么的单一。当那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可能一时间没有其他的支撑帮你在那个当下抵御过去。所以如果大家也跟过去我一样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自己，再忙也要抽出一些空来给自己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运动习惯，有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试着不计回报的去投入、去享受这些新的支点，它们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纯粹的快乐。同时呢，这一些新的爱好的支点，因为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可能也会变成你的擅长，从而发展出你的第二职业，还有可能成为斜杠青年。那么在职业领域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哈，那之前呢，我是传统媒体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对新事物非常好奇的人，所以在新媒体出现的时候，我也在第一时间去拥抱了它，去做了自己的新媒体，很庆幸地赶上了浪潮，我也拥有了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身份。那在过去的几年呢，我回归到自我的同时，我又发展了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他们可能跟媒体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阅读，比如说健身，比如说学习英语。而这些兴趣在我没有探索之前，我压根儿不会想到他们会变成我的兴趣，也会变成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我也很感恩，我找到了这些新的兴趣的点，新的人生的支点，他们让我体验到了人生的充实，也体验到了心流状态下的那种满足的感受。而且也因为真正的热爱，我发现坚持下去也很容易，哪怕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说去年因为我骨折，是因为脊柱骨折没有办法出门的那段时间，因为这些兴趣爱好的存在，我也会觉得那段时间我没有虚度光阴，反而那段时间我非常的享受，它变得很有意义，变成了我人生迭代的一段时光。我没有去怨天尤人，在任何的境遇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乐趣。我在跟 DeepSeek 讨论这个点的时候，他告诉我这句话，他说内在筑底完成之后，要向外长触角，要记住多样性才是抗风险的硬通货。这句总结我觉得特别的对，我觉得不妨大家听到这里，你做一个自我的复盘和思考，你自己拥有的身份有多少个呢？比如说，或许你给自己的身份定位，你只是谁谁的妻子，谁谁的母亲，什么公司的员工，谁谁的孩子，对吗？如果只是这些的话，我提醒你，再去拓展一下，你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标签呢？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自媒体达人，你是一个手工爱好者，你是一个咖啡品鉴师，你是一个旅行爱好者，等等等等。多重的身份会让我们更好地发现自己，成为自己，也能够帮我们找到属于自我的价值。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自己形成对自己认可的正反馈。那当然我们的内核就会更加的稳定了，因为这个内核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的基础上的。我觉得说到外在的内核稳定，就不得不提关系的多重支点，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想一想看，你是不是在过去的这些时光里，过于的依赖
某个人了呢？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或者甚至是你工作体系当中的上司。大家可以自我审视一下，如果发现你过于依赖一个人的话，一方面它可能意味着你有点失掉了自己，因为你的稳定感是建立在他人的基础上的。任何对于他人的过度依赖，我觉得可能都是回避自我课题的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过度依赖一个人，它就像是你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压在了独木桥上，如果这段关系的桥塌了，信仰崩了，可能你的人生也就在那个阶段面临着崩溃的局面。不过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的是，不是说我们不能依赖别人，深度关系彼此依赖也是某种程度上心理健康的体现，但这种依赖它一定是有度的。我用亲密关系来举例，过去可能很多人无意中都会陷入到这样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与一个人处于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话，两个人应该是合二为一的。但实际上，虽然我们身处亲密关系，毕竟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也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千万不要向一个人去索要所有的关系需求。首先，那是不成熟的心态，而且对彼此都是很大的压力。我们不如试着换个身份去思考，如果你的身上去担负了另外一个人所有人生的期待、盼望和关系需求，你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吗？如果享受的话，又能持续多久呢？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对于关系的理解是，最好的亲密关系的相处方式是我们互相依赖，但却彼此独立。在某些点上，我们有彼此能够契合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关系的其他的需求也可以从其他的关系当中获得。它可能是朋友关系、亲情关系、工作关系等等等等。要尽可能的让你的关系有多元的支点，不仅有爱情，也要有友情，而且原生家庭的关系，或者我们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我觉得都是我们要做好的人生课题。而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对彼此的需求的点可能会更多一些，它的程度的倾向会更大一些，但千万不要什么都去向你身处关系当中的那个人去索取，也不要成为那个在亲密关系或任何关系当中去被别人无底线索取的人。这种过分依赖彼此的关系一旦失去，它不但会让你遍体鳞伤，而且从关系构成本身来说，它也绝对不是稳定健康的关系模式。我们作为成熟的个体，要知道好的关系除了你，除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还有我。但是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当有一些新的想法提出的时候，会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比如说在当今的社会，特别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讲，似乎我们在关系的问题上会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便是过分的强调我们对于所有关系的独立性。我们都在说我们要好好爱自己，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课题，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再去爱别人，或者说我自己先爱自己还不够呢，我自己的独立性还不够呢，我就不想去处理所有的关系了。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前些年原生家庭概念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与原生家庭做了割裂，甚至有一些断亲潮的情况，对吗？那这2年呢，我们不断的去强调独立，大家对于结婚甚至于谈恋爱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处于一个回避的状态了。其实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讲，我们切断所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方式，这无疑你切断了自己所有关系的支点，只是孤身一人了。虽然我明白人生在世，所有的课题都是属于自己，但我们体验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关系作为我们的支点，我们能够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勇气。就比如说，我在遭受人生几次重大挫折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恩我身边的关系。第一段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我感谢自己的朋友的关系，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听着我一遍又一遍的叨扰，成为了我某种程度上的情绪垃圾桶，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在那段时光，我没有办法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他们，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走过来。那在去年自己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原生家庭。尽管在此之前，其实我跟我原生家庭一直有一些课题没有解决，但也因为这段的经历让我意识到，父母一直都是我最大的支撑。而且在与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摩擦，让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心很累，但是经过了一些坦诚不公的双方彼此的成长，会觉得这种支持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幸福的，也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勇气的。所以我很想要说，我们虽然不再绝对的依赖任何关系，但也一定要拥有智慧去经营每段关系。在我们人生遭遇重大的创击的时候，孤身一人的你一定要知道，关系的支撑它是非常的重要。好的关系会让你感受到支持与疗愈。当然，关系的问题大概是人生中最难的一个课题了，它是需要我们给自己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的。但首先，请把你的心打开哦。好，那说完了关系的支点，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要拥有多元的支点，那就是我们要不断去更新自己的能力，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我们要具备多重学习的能力。而这个支点它是不断去更新的，比如说你已有的技能和知识的体系，在此基础上你是一直依靠它原地踏步呢，还是说随着你人生经历的进行，你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呢？我们不仅仅对自己本身的知识领域范围内的新知识去探索、去更新、去提升自己在已有领域范围内的技能和认知，同时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变化，去了解到一些新的知识体系，去增强一些新的技能。这可能包括2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要迭代自己的认知，让自己拥有更多去思考当下课题的工具和维度。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去跟上这个时代，去尽可能的让自己了解到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的一些新的知识点。比如说最近 AI 的发展，可能大家都实打实的感受到了冲击。
这个冲击不仅仅是感叹于科技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那可能对于很多领域的朋友来说，大家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我们自己职业的发展可能会有一天被 AI 替代的风险。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会面临一种非常被动的感觉。AI 时代来了，我究竟该怎么办？我觉得担心是没有用的。我们与其担心和焦虑，倒不如积极去拥抱。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在现阶段我们如何去利用 AI 帮助自己解决自己实际工作当中的哪些难题，帮我们来提升效率。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借助 AI 能不能帮你去完成一些新的知识体系的学习和优化呢？而且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感觉现在随着网络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与整个世界产生链接。所以我不仅仅是对于一些新的技术非常的好奇，也渴望自己去了解它，成为自己新的技能。我也让自己增加了一些语言的技能。那从去年开始，我重新学习英语了。我会发现我身边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也开始学英语了。这其实也是在迭代我们自我的技能。因为当我们掌握了一个语言的时候，其实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我们就掌握了与这个语言所使用国家产生沟通可能性的一个前提。那很有可能今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有一天你的语言技能再叠加你原本的优势，在你的职业进入到瓶颈期的时候，就会给你更多的优势，也为你提供更多的选项，也可以帮助你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去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多元与丰盛，但前提是你先去丰盈自己。当然，我们人生的支点不仅仅局限于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方面，我只是特别有感触的把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几个点拎出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我们的人生支点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健康支点，比如说大家是否有运动的习惯，拥有良好的睡眠，你是否做好了定期的体检，你是否学会了与自己的情绪相处，你是否有固定的与自己的一些心理问题有处理他们的能力。还有就是你的经济的支点是否多元，比如说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工资收入之外，你是否拓展了第二职业，有副业，你是否进行了合理的储蓄规划，是否了解到投资理财的一些概念，帮助你进行资产的增值。而做好了更多元的经济支点的话，它也可以让我们在体验人生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踏实。那其实我们人生的支点还有很多，我在这期播客的文案的后面也会给大家附上一个人生支点的框架图，大家可以做好一个对比，把你自己觉得还可能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拓展的一些支点，可以一一对照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但是我并不是强调说所有的这些支点你都必须拥有，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过于的忙碌，但却让自己陷入到了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人生支点可能过于单一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这期播客更想要让大家了解的是，我们拥有多元支点，会让我们面对所有的打击，失掉了某一个支点也不怕，因为我们拥有重新站起来，重新面对自己人生的能力。它不仅仅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体验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同时也会让我们以更加稳定的内核去接纳一切的发生。
那当然说到最后，如果正在听播客的朋友，你此刻正经历了人生过去固化的支点的坍塌，我觉得可能它也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期节目对你来说也来得正好。要知道，何时开始增加支点，它都不晚。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支点坍塌，请记住接下来的这3句话。第一句，触底不是终点，它是我们弹跳的起点。当你觉得生活把你逼到了绝境，也许正是你重新出发的契机。就像弹簧一样，压得越低，我们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把这次经历当作是生活给你的一次特殊训练，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第二句，你不是在失去，而是在给自己的人生腾内存。当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虽然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为新的事物去腾出空间。就像我们的电脑内存满了，也需要定时清理一下，才能够装下更多有用的东西。人生也是如此，当我们失去了一些旧有的支点，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有空间去建立新的更加稳固的这个阶段的支点。第3句话，只要还有好奇心，多大年纪都能够长出新的枝桠。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我们成长的障碍，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对生活的热情。就像我做这期播客的初衷一样，尽管我已经36岁了，但我觉得自己重活了一遍。我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在不断的迭代自己、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个世界好有趣，有好多我所不知道的新的事物，所以不论多大年龄，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长出人生新的枝桠，让自己的人生之树更加的繁茂。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中年菜鸟进化论，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支点，以及在你个人成长方面的一些经验与困惑。大家可以留在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公共邮箱也都可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用，也同时让你感受到在人生2次成长过程当中有人同行，有被疗愈。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学猫